耗子，又不上工啊？镇上厂子一天150，累死累活，还不够我抽烟，谁爱去谁去。现在日子难啊！我儿子在县城买房，首付还差一大折，我这个当妈的愁得头发都白了。今年土豆又砸手里了，收购商压价压得很，1斤才几毛钱，再这么下去，家里锅都揭不开。哟，燕子回来了！你现在在外头混得好，可不能忘了咱这些亲戚啊。表弟，听说你在城里做生意了，给哥安排个轻松活呗。我回来就是想给大家找条稳定路，走去大伯家商议具体事情。好啊，走，走，咱到他家。燕子啊，你现在发达了，肯回村帮衬亲戚，这算你有良心。我准备在镇上开一家大型生活超市，名字叫好运来，收银、仓管、配送、财务、采购、店长都优先用咱邻家和村人。店长让我来，我脑子活，肯定能管好。那财务我干，我细心，咱自家钱交给自家人放心。仓库交给我，货在我手里，绝对丢不了。林总，核心岗位全给亲戚，风险很大。他们以前过得不容易，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听说里面收银员1个月2万多，真的假的？镇上普通超市才3000多啊！不止呢，仓管1个月4万，店长6万，过年还有大红包。大家以后买东西就来好运来，都是自家人，保证实惠。林总，第1个月预估已经出来了，员工工资、福利、冷链、损耗、补贴加起来，至少亏280万。亏就亏吧，只要他们能过上体面的日子，就值。林总，我只怕他们以后不觉得这是体面，会觉得这是应该。林店长，生鲜区今天缺人，要不要调人过去？这种小事也问我，你们不会自己看着办？可是上午您还说不许我们私自调班。我说不许就不许，我说可以就可以，滚出去！员工家庭慰问8000，亲属招待餐费12000，办公室采购这个电饭煲也算上。姑妈，这电饭煲不是你昨天拿回家的吗？你说什么？小孩子懂什么？我也是为了公司忙，拿个电饭煲怎么了？往里搬。二舅，这些货还没入损耗，不能直接拿走。我是仓库主管，货在我仓里，我说能拿就能拿。可这是公司货，哥给咱们工资已经很高了，不能再乱拿。你一口一个哥，叫得到亲。林业有的是钱，吉祥牛奶算个屁。钱再多也不是这么糟蹋的。少拿电鬼压我！你要是不服，去找林业告状，我倒要看看他会为了吉祥奶给我这个亲舅翻脸不？我跟你们说，外面那些人羡慕死咱们了。镇上谁家能1个月拿6万？还不是燕子有良心。要不说亲戚就是亲戚，外人哪有这福气？有良心是有良心，就是还可以再大方点。他在外头生意那么大，咱们这些亲戚给他看家守业，1个月几万，其实也不算多。二姐，咱们这个工资外面根本找不到。哥还给大家交最高档社保，过年过节红包也没少过。小满，你就是太老实。咱们给谁打工？给林燕打工，他是自家人，自家人给自家人拨点，不是应该的吗？3000亿，那他1个月才给我6万。星海控股近年布局地产、物流、零售、供应链等多个领域。据业内估算，其实际是多少钱？身家或以后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吧？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星海物流成为星海控股的全资子公司，星海控股的超过5000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咱们以前都被林燕骗了。骗什么？他有3000亿，结果给我这个亲表哥1个月6万，你们不觉得寒碜吗？6万还寒碜，镇上店长才8、9千，那能一样吗？镇上那些老板有3000亿吗？林燕这么有钱，还拿市场工资跟亲戚比，
他好意思吗？对呀，我一个收银才2万2，他有3000亿，给咱们一人100万都不算什么吧？可是哥开这个超市本来就是为了帮大家呀。帮，真要帮就该分股份。爸，你看清楚，林燕不是几千万、几个亿，是3000亿。咱们这些亲戚还拿几万块死工资，像话吗？3000亿，这小子藏得够深呐！大哥，你可得替我们说句话。我这个亲姑妈在财务室忙前忙后才3万5，她小时候我还抱过她，给她煮过面吃。我看仓库3年风吹日晒，货进货出全靠我。要不是我们这些亲戚替他守着，好运来能做这么稳？所以好运来不能再由林燕一个人说了算。超市是开在林家村，是用咱们林家的脸面做起来的，股份必须有我们一份。对，工资也要涨。我看至少涨10倍。哇，3万5涨10倍，那就是35万一个月。林燕有3000亿，拿得起。明天开亲戚大会，这事儿不能让林燕再糊弄过去。小满怎么还没走？徐姐，他们都在说哥给的少，可我明明记得我妈生病那年是哥给的钱，我弟上学也是哥给的助学金。我以前在县城打工，1个月3200，现在2万2，我真的觉得很好了。小满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被帮过就懂得感恩，有些人被帮久了，会觉得你不继续帮就是亏欠。那哥怎么办？林总给过他们太多好日子，现在就看他们还记不记得这好日子是谁给的。明早8点，林家祠堂开会，所有好运来亲戚员工必须到场。该重新分账了。今天开这个会，不是为了闹事儿，是为了替林家人讨个公道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林燕身家3000亿，她有这么多钱，却让咱们这些亲戚一个月拿几万块，这是把我们当亲戚，还是当廉价工人？就是我们给千亿富豪打工，拿这点钱说出去都丢人。外人高管都有股份，我们这些亲戚凭什么没有？仓库是我管的，货是我守的，好运来没有我们，早乱套了。我这个姑妈一把年纪还替她管账，结果我儿子买房，她才给补20万，她3000亿啊，20万打发谁呢？姑妈，20万不是小钱，哥没有义务给你儿子买房。你这死丫头，现在胳膊肘往外拐了。我已经替大家列好了。第一，所有好运来亲戚员工工资涨10倍。第二，好运来拿出30%股份归林家亲族共同持有。第三，今后所有管理岗位只能由亲戚担任，外人不得插手。第四，年终奖按林燕实际身家比例发放，涨10倍，工资涨10倍，分股份。好运来本来就该是林家的。你们疯了吗？好运来是哥一个人投钱开的，这3年一直在亏。你们拿着高工资不好好干活，现在还要股份。哼，小满，你别装清高。你一个收银员，一个月2万2，你以为是你能力值这个钱？还不是沾了亲戚的光。所以更应该好好干，沾了光还要骂给光的人太抠，这不是没良心吗？够了！小满年纪轻，不懂林家大局，这事儿不用跟他争。明天开始，所有亲戚员工集体罢工，不给涨薪，不给股份，好运来就不开门。这不是林燕开的超市吗？怎么闹起来了？听说林燕有3000亿，亲戚嫌工资少，他们不是一个月拿几万吗？各位乡亲评评理，林燕身家3000亿，却让我们这些亲戚拿死工资。我们辛辛苦苦替他守超市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今天他不给股份，我们就不开门。我是他亲姑妈啊，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，现在发达了就把我们当打工仔。仓库今天也不开，货在我手里，看他怎么卖。
哥，出事了，他们把超市门堵了。我马上到。表弟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也不想闹，可你不能拿亲戚当廉价工人使唤。廉价？燕子啊，你现在身家几千亿，姑妈不求你养我一辈子，可我在财务室替你忙前忙后，一个月才3.5万，你说这像话吗？我管着几百万的货，一个月4万，这点钱放你那儿，不就是掉地上的灰？林燕，你再有钱，也是林家子孙，家里亲戚跟着你吃口肉，难道不应该？你们今天关门，问过顾开了吗？问过那些靠超市上班吃饭的人了吗？少拿大道理压人。好运来是你开的，可也是我们这些亲戚帮你守出来的。没有我们，你这个超市能开3年？浩哥，超市不是你守出来的，你昨天库存表都没看，早班也没来。小满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青宁，把工资表拿出来。收银2.2万，我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啊！林浩一个月6万，还说压榨，这哪里是上班，这是供着呀！外面工资低，是外面老板黑心。你林燕有3000亿，拿外面小老板跟你比，不丢人吗？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值60万一个月，你是觉得我有钱就应该给你60万一个月。都是亲戚，你跟我们谈市场价本来就没良心。我给你们的从来就不是市场价，是亲情价。可你们现在嫌亲情价太低，想改成分家产。林燕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亲戚们跟着你干了3年，给点股份怎么了？给点儿，你们要的是30%，30%也不多。你外头公司那么多，少这一点能死？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今天下午6点前，所有人返岗，撤掉横幅，公开道歉。我可以按内部违纪处理，不追旧账。浩哥，姑妈，回去上班吧，别闹了。大家别被他吓住，他要是真不怕，就不会给期限。今天谁都不许开门，不涨工资，不给股份，好运来就永远别想营业。涨工资，分股份，不开门。你去哪儿？怕了？我去等6点，希望你们到时候还这么硬气。家人们看看，1000亿富豪怎么压榨亲戚。家人们，我是好运来总店店长，也是林燕亲表哥，他身家3000亿，却只给我一个月6万。我们这些亲戚辛辛苦苦替他守店3年，他连一点股份都舍不得给。我们不是贪，我们只是要合理待遇，工资涨10倍，拿点股份不过分吧？我是他亲姑妈，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，给他煮过面，现在他发达了，就嫌我们这些穷亲戚碍眼。仓库今天不开，没有我们，超市1包盐都卖不出去。几万一个月还说穷，这话怎么听着怪？可林燕真有3000亿啊，亲戚要点儿也不算啥吧？听见没？乡亲们心里都有杆秤。林小满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有老人来领购物卡，还有镇上学校订的里面要配送，我们不能一直关门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员工了。今天是全体亲戚争权益，谁开门，谁就是林家的叛徒。可哥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。你当然这么说，你年轻，想抱林燕大腿。小满，你别忘了你姓林，大家拿到股份也有你一份。我不想要股份，我只想好好上班，拿我该拿的工资。那你今天就别当林家人。林总，网上开始发酵了，他们故意只说你有3000亿，不提他们具体工资，也不提好运来亏损。那就让他们看完整账本。真要公开，公开后亲戚们拿过多少补贴、奖金、医疗助学钱，都会被人看见。我就拿一点死工资。他们都能把横幅挂出来，说我压榨亲戚，我为什么不能把账本挂出来，说我养了他们3年？明白。我给过他们体面，是他们自己把体面扯成了横幅。6点了，发公告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要同情，我们要公道。什么账本？
这些账本谁不会做？他有3000亿，亏8000万算什么？9牛1毛。浩哥，现在网上都在骂我们。要不，咱们先回去上班？现在回去，工资股份就都没了。林燕这是吓唬我们。好运来这么大，他不可能真停。可账本都公开了，我儿子买房的20万也在上面。怕什么？钱都花了，他还能要回去？你们还不懂吗？哥已经给过最后机会了，现在不是涨不涨工资的问题，是他还认不认我们的问题。他敢不认？林家祠堂还在，祖宗还在，他要真跟亲戚翻脸，村里人戳不死他的脊梁骨。林浩、林秀莲、赵满仓，根据林总决定，好运来超市即日起暂停营业，进入内部审计，所有门店、仓库、财务系统、员工账号全部冻结。你凭什么冻结？我是总店店长。你已经连续旷工1天，并组织员工非法堵门，店长权限暂时停止。财务电脑在我这儿，没有我，你们查不了账。财务系统云端备份完整，你抱走公司电脑属于擅自转移公司资产。仓库钥匙在我手里，没有我，谁也别想进仓库。赵满仓，公司仓库有备用钥匙，也有监控和库存系统，你不交钥匙，只会让问题更严重。吓唬谁？货在我仓里，我说了算。封门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进出。林燕呢？让他出来，有本事让他亲自跟我们说。林总说了，该给的工资补偿1分不少，该查的账也1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审计人员打开库存系统，第1条异常记录弹出，仓库损耗异常，金额37万。我说了，仓库今天不开，谁要进去，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赵满仓，这是公司仓库，不是你家后院。哼，公司仓库也是我管了3年。这里1箱货怎么摆，1袋米放哪儿，谁有我清楚。没我，这仓库就得乱。二秀，交钥匙吧，你别再闹了。闭嘴！你这白眼狼，吃里扒外。这是仓库管理责任书，里面写得很清楚，仓库货物归公司所有，主管只负责管理，不拥有处置权。现在请你交出钥匙，配合盘点。不交，有本事报警。好。谁让你们开门的？A 区3排，牛奶少28箱。B 区冷冻肉少120公斤。C 区米面油缺货76件。临期商品登记为损耗，但没有销毁记录。仓库每天进进出出，有点损耗正常。正常损耗不会每次都流向你家小卖部。二叔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拿点货怎么了？林燕那么有钱，仓库少几箱货，她能饿死啊？这不是几箱货，初步异常金额37万，后续还会继续核查。燕子，你二舅就是拿点货回家吃，都是亲戚，不能这么算啊！林燕，满仓是粗人，不懂规矩。你要是为了这点货把亲戚往死里逼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你自己说，我管仓库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拿点东西是我应得的。好一个应得的！3年工资，月薪4万，合计144万，有补、年终奖、节日红包，另算86万。你儿子结婚，我给了20万。你母亲住院，超市补了12万。这些还不够你应得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给你高薪是念亲情，你偷仓库是坏规矩。亲情不能抵账，长辈也不能抵罪。林总，是否继续扩大审计范围？查。仓库查完，查财务。
我倒要看看，这3年我养出来的到底是亲戚，还是一群吸血鬼？林秀莲，把电脑交出来。这电脑是我用的，里面都是公司账，我是财务出纳，没我谁也看不懂。正好，你在这儿看着他们查。林总，这些报销用途异常，其中一笔公司团建费用，实际付款地是县城喜宴楼。姑妈，那不是你儿子结婚摆酒的地方吗？那天好多员工也去了，怎么就不能算团建？员工去吃席，是因为你儿子结婚，不是公司组织团建。另有办公室采购电器，送货地址不是超市，是林秀兰家。3年累计异常报销，初步金额186万。燕子，姑妈不是故意的，我儿子结婚，家里压力大，我就想着公司这么大，先垫一下。再说了，你小时候姑妈还抱过你，还给你煮过面吃啊。姑妈，你抱过我，我记得，所以我让你来财务室，1个月3万5。所以你儿子买房，我补了20万。所以你过年红包从没少过，病了我让人安排医院。这些是我还亲情。但你把儿子婚宴报成公司团建，把家用电器报成办公采购，你偷公司。偷？燕子，你怎么能用这个字？你有3000亿，跟姑妈算这100多万，你还是人吗？姑妈，100多万不是小钱，村里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到。你闭嘴！你现在当林燕的狗了是不是？小满说的是人话，你说的才不像人话。仓库查出37万，财务有180多万，这事还能压住吗？要不咱们先道个歉，别真闹大了。怕什么？林燕就是想吓唬我们，她要真想追，早就报警了，说明她还念亲情。对，她不敢真把亲戚送进去，她最怕村里人说她无情。今晚我去跟他谈，他爸妈不在，我这个大伯说话，他总得听。哎，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说说，我不能还这钱，我哪有钱还啊？哼，放心，他再有钱也是林家子孙，林家的钱给林家人花，天经地义。林总，他们没有悔意，只是在赌你不敢追责。今天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：第一，撤掉横幅，公开道歉；第二，今天下午返岗；第三，仓库损耗、财务虚报、违规拿货，按账退赔。从你们堵门罢工、直播骂我压榨那一刻起，你们在公司里就只能是员工，员工就按制度来。燕子，你这是把我们当外人啊！你就真的看着我们被他们欺负，你不帮忙，你还落井下石？是你们先把我当老板骂，现在我就按老板的规矩办。哥，我签。哼，小满，你可真会表现。签了这个，以后你就不是林家人，是林燕养的一条狗。我拿工资上班，按规矩干活，怎么就成狗了？你拿6万工资，天天迟到打游戏还要股份，才不像人干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他说的没错。好啊，林燕，你现在有3000亿就开始拿制度压亲戚了？以前你不是说开好运来是为了帮我们吗？现在怎么变了？我没变，我帮的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人，不是拿着高薪还嫌少，堵门逼我分股份的人。退赔、考核、迟到扣钱，这不是公司协议，这是卖身契。这是正常劳动管理协议，你们以前没见过，是因为林总一直没舍得管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以后迟到要扣钱，拿货要扫码，过年红包也没了。林燕这是要把我们当普通打工仔。林燕，这协议不能签，亲戚之间一签这东西，情分就没了。情分不是我先弄没的，是你们挂横幅的时候弄没的。我是你大伯，所以我才让你们坐在这里。换成别人，仓库亏空和财务虚报出来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了。吓唬谁？不签！工资涨10倍，股份30%，一样都不能少。
不给我们就继续罢工。我们要股份，不能让他一人吃肉，全家喝汤。对，我们要股份，我们要股份，我们要股份。你们真的疯了。行，机会给过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通知资产并购团队，好运来不留了。好运来不留了。你真要卖公司？白天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耗子他们是冲动了点儿，可都是一家人。你这个当哥哥当晚辈的，不能真跟他们计较。大伯，你叫我来是劝他们回去上班，还是劝我让步？都是亲戚，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燕子，你现在有3000亿，你吃肉总要让林家人喝汤。这3年他们喝的还少吗？你那些工资、红包、补贴都是小钱，真正能让林家起来的是股份，是长久产业。好运来开在青山镇，用的是林家人的脸面，不能只归你一个人。所以你也觉得我该把股份分给他们？30%不算多，你外头那么多公司，少这点不会伤筋动骨。大伯，你说的不是超市股份，你说的是我的家产。林燕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爸妈不在了，我这个大伯就是林家长辈，你有钱了，不拿出来帮亲戚，别人会怎么说你？爸妈如果还在，会让我拿钱帮穷亲戚，但不会让我拿股份奖励一群罢工堵门的人。你这是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？是你先不把我当人。你们知道我有3000亿以后，第一反应不是替我高兴，不是问我这些年辛不辛苦，而是算我该分你们多少钱。你少跟我扯这些，你要是还认林家，就先拿10个亿出来成立林氏亲族基金，以后组里孩子上学、结婚、买房、生病都从里面出。好运来30%股份也得归组里，这才叫不忘本儿，全都户口见了。大伯，你这是劝和，还是替他们分我的家产？林家的钱当然要给林家人花。你去哪儿？话还没说完。说完了。我来之前还以为你多少会劝他们一句，现在看来，你才是最想把好运来变成林家钱台子的人。林燕，你爸要是在，也不会这么对我这个大哥。别提我爸，你们不配。我爸教我，钱要用来帮人，不是用来养贪得无厌的人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拿我爸妈压我，我连最后一点情面都不给。林总，资产评估团队明早到，万家汇的秦万川也确认会来。好，该结束了。小畜生，你真以为林家离了你不行？你来真的？你宁愿卖给外人，也不肯给亲戚涨工资？门店、冷链仓、配送车辆、品牌、供应链渠道全都评估，账面和实物分开核，明白？燕子，你别冲动，超市卖了，姑妈怎么办？你那些表兄弟、表姐妹怎么办？你们罢工关门的时候，想过超市怎么办吗？你卖了也没用，仓库这几年都是我管的，新老板来了也得求我。仓库亏空37万还在核查，你最好少说求你这种话。你吓唬谁？好运来每年流水那么大，你舍得卖？没了好运来，你还怎么在青山镇做人？我开好运来是为了让你们做人，不是为了让我自己被你们绑架。位置不错，面积也够，冷链仓如果没有大问题，接手后1个月内能重新开业。你是谁？谁让你接手了？我是万家汇连锁超市的秦万川，林总准备出售好运来门店资产和品牌使用权，我来谈收购。真卖啊？卖了我们工作怎么办？好运来是林家的，凭什么卖给外人？我只看产权，不看族谱，产权是谁的，谁就有权卖。我是总店店长，这个店没有我根本开不下去。那请问，库存周转率多少？生鲜损耗率多少？日均客流多少？平效多少？你这个店长似乎只会拿工资。林燕，你敢签？公司是我的，我为什么不敢？好运来开在林家村，养的是林家人，你卖给外人就是背叛林家。你们挂横幅骂我压榨亲戚的时候，没想过我是林家人；你们要我拿10个亿分组里时，也没想过我是林家人。现在我要卖公司，你们想起来了。表弟，工资不涨10倍也行，股份可以先谈，你别卖公司，咱们都是亲戚，好商量。我给过你们商量的机会，你撕了。林总，意向书确认无误。燕子，姑妈求你了，你真敢签，我跟你没完。林燕，你今天签了，就别认我们这些亲戚。从今天起，万家汇接手后续重组，原好运来员工可自愿重新面试，但原高薪亲属合同不承接。
涨9000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以前1个月6万。你个老东西，那是林燕先生愿意补贴你，我不是你表弟，不负责养你。我是好运来源总店店长，这个店我管了3年，你接手以后还不是得靠我？把他的岗位记录拿来。林浩任总子店店长3年，库存盘点延误27次，员工排班混乱19次，顾客投诉未处理43次。另罢工期间擅自关店，造成直接损失待核。这是我们集团的人事总监。你所谓的管理经验，在我这里叫事故记录。秦老板，我是原来财务出纳，财务总不能随便换人吧？我熟账。你熟的是账还是报销漏洞？万家汇财务岗最低要求：熟练使用标准财务系统，有初级会计证，无重大报销异常记录。你有证吗？我以前都是手工记账。那你不符合财务岗要求。仓库总得要我吧？这仓库每个角落我都熟。仓库岗位要求：货物出入库全程扫码，冷链损耗每日核对，临期品不得私自处置。你能做到？都是自家超市，拿几箱临批货怎么了？这里不是自家超市，从今天起，1瓶水也要扫码。林燕，你就站在旁边看着外人这么羞辱亲戚。我没有羞辱你们，我只是把你们交给了市场。你真不管我们了？好运来是你开的，你说句话，让他按以前工资给。林先生已经出售门店资产，原合同工资、亲属补贴、年节红包一律不由万家汇承接。想留下，重新面试。9000我不干。可以，下一个。面试现在开始，所有岗位先笔试。当店长看这些破题有什么用？我以前管人就行了。管人之前要先懂业务。我当了3年总店店长，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外来的懂？你任店长期间，生鲜损耗率最高达到22%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生鲜本来就容易坏。不懂就说不懂。你不是店长，你只是被林燕先生用6万月薪供在店长办公室里的人。请录入一张进项发票。以前燕子都没这么多事儿，所以以前亏8000多万。请说明冷冻肉类入库温度标准以及临期品处理流程。还能怎么处理？快过期了就拿回去吃，别浪费。不合格。我管仓库3年，你一句不合格就把我刷了。万家汇的生意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管仓库3年，亏空37万。你应聘什么岗位？我想应聘收银员，要是可以，也想学门店运营。装什么上进？不就是抱林燕大腿？这些都是你自己记的。以前哥给我们工资高，我总觉得不能白拿。我不会管理，但我想学。如果让你当储备店长，愿不愿意从基层轮岗做起？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学。凭什么他能当储备店长，我才是原店长？凭他知道自己不会，也凭他这3年真的在上班。林小满，录用为万家汇青山店储备店长，试用期3个月。3天后，原好运来重新挂上万家汇招牌。林浩最后还是签了李孝元合同，月薪3800，试用期1个月。这20袋米上架，每袋50斤，码整齐，标签朝外。我搬？你是理货员，不是来视察的。以前这种活都是下面人干。浩哥，现在没有下面人，大家都是员工。你少拿储备店长压我。我不是压你，我是提醒你，10分钟后店长会检查。林浩气得脸色涨红，却只能弯腰搬米。这不是以前那个林站长吗？现在搬米了。搬到第5袋，他腰都快直不起来。林浩脸上火辣辣的，恨不得钻进货架底下。这个电饭煲有问题，我要退。买了还退，你们这些人真麻烦。你什么态度？林秀兰，客服岗第1条，不能和顾客争吵，记录1次服务投诉。我以前在财务室，谁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这里没有财务室姑妈，这里只有客服员工。你干什么？临期了，拿回家喝，省得浪费。临期品登记、折价、报批，私自拿货按偷盗处理。1箱酸奶而已，你至于吗？至于。因为这里不是你家。晚上下班，几个亲戚坐在后门台阶上，个个累得抬不起头。3800？我今天累成狗，1个月才3800。我今天被3个顾客骂，
还被扣了服务分。以前在财务做一天，也没人敢说我。仓库现在一瓶水都要扫码，烦死了。以前林岩在的时候，哪有这些破规矩？以前过年红包10万，现在听说只有几百购物券。以前迟到没人管，现在迟到5分钟扣50。众人越说越沉默，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开始想起好运来以前的好。以前不是没有规矩，是哥替你们把规矩挡住了。你们不是吃不了苦，你们是被哥养的忘了外面本来就苦。林浩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不行，去找林燕，我不信他真能个亲戚受这种罪。燕子，姑妈错了，你出来见见我们啊！表弟，工资不涨10倍也行，你把好运来买回来吧，咱们还按以前那样干。仓库我以后不拿东西了还不成吗？你让那个姓秦的滚，我们还是自家人自己干。林燕，亲戚闹点矛盾，你就把公司卖了，确实过了。只要你现在把公司拿回来，我们可以不再提10个亿足基金。表弟，我知道错了，万家汇那工资真不是人拿的，3800一个月，我连车贷都还不上。以前6万，我现在想想，是你对我好。你不是知道我对你好，你是知道外面没人愿意给你6万。燕子，姑妈求你，我不当财务了，给我安排个轻松点的岗位也行。我一把年纪了，哪里受得了客服台那种气？当初你报销儿子婚宴的时候，没想过公司受不受得了。你孙子奶粉报员工福利的时候，没想过账本受不受得了。现在顾客说你2句，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你就真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？我没有逼你们，我只是撤掉了我给你们垫的高台。摔不摔，是你们自己的本事。林燕，你就真不认我们这些亲戚了？我认过，所以我开好运来，给你们高薪，发奖金，补医疗，补孩子上学，补买房。可你们是怎么认我的？你们挂横幅，说我压榨亲戚；你们直播卖惨，说我3000亿还抠；你们锁仓库，报财务电脑，撕协议，逼我分股份。现在受不了市场价，又来跟我谈亲情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们？先把欠公司的账还了。还要还？仓库亏空要还，财务虚报要还，违规拿活要还，抢款未遂和堵门损失也会依法处理。从你们把横幅挂到好运来门口那天起，我们之间就不再是亲戚互帮，是债权债务。林燕，表弟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各位，关于好运来侵占、虚报、损耗追讨的律师函，请签收。他真要逼死我呀！我是他亲姑妈，他怎么能这么狠？吓唬谁？我就不信他真敢告亲戚。他不是喜欢公开账簿吗？那咱们也公开，让大家看看一个1000亿富豪是怎么把穷亲戚逼上绝路的。你又要直播？第一次是咱们没准备好，这次就说他卖掉家乡企业，害亲戚失业，还发律师函逼债。网友最恨这种有钱人无情无义。我就说我一把年纪被亲侄子追债，活不下去了。家人们看看，这就是原来的好运来。我们只想要合理待遇，林燕却直接把公司卖给外人。现在我们这些亲戚失业的失业，降薪的降薪，他还发律师函逼我们还钱。我是他亲姑妈啊，小时候还抱过他，现在他有钱了，连姑妈都不认了。我给他守仓库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现在拿点货他就说我偷。哥，他们怎么还能这样？明明你帮了他们那么多年。有些人不是不知道你帮过他，他只是觉得你帮的还不够。林总，仓库审计继续往下查，发现赵满仓不只是拿货，还有供应商回扣。目前有3家供应商愿意配合，转账记录已经拿到。
二舅他怎么敢？因为他以前觉得仓库是他管的，货在他手里就是他的。明天查供应商，这一次不是还钱就能了事。又查什么？昨天不是查过仓库了吗？林燕，你别没完没了。老周，你说。林总，我也不想瞒了，这几年给好运来供美面油，赵主管每次都让我按进货额返5个点，不给他就压我的货款，说以后不进我的货。你放屁！你这是污蔑！其中3笔款项发生在高价采购劣质货之后，采购价比市场价高出20%到35%，造成公司直接损失，初步估算超过160万。你们这些王八蛋，当初送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积极，现在出事就卖我。赵主管，不是我们卖你，林总给的采购价本来就厚道，付款也及时，可你拿着采购权卡我们，不给钱就不让进货，我们也苦啊。我拿点回扣怎么了？我管那么大仓库，天天盯货盯到半夜，林燕1个月才给我4万，我拿点辛苦费不应该吗？1个月4万，年终奖10几万，有补另算，你还觉得不够？你有3000亿！又是这句话，看来你们所有人都觉得，只要我有钱，你们拿我的、偷我的、骗我的，都不算错。许清宁，整理材料，仓库亏空、回扣、违规采购、零汇货转售，全部走法律程序。林燕，我是你舅。你收回购的时候没拿自己当舅，现在要担责了，想起来了。满堂要是出事儿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啊？别慌，他就是吓唬人，真要送进去，村里人会怎么看他？够了！你们一个个做事不干净，还嫌他查得狠。爸，你怎么帮他说话？我不是帮他说话，我是怕再查下去，谁都干净不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林燕，你查仓库、查财务也就算了，现在把我叫到祠堂，当众审我这个大伯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尊卑长幼？大伯，你在好运来挂了3年顾问岗，每月工资5万，节日补贴、交通补贴、茶水费、招待费另算，3年合计270万。顾问？他顾问啥了？我就见他天天在村口下棋啊。我是林家长辈，我坐镇村里就是给好运来压场面。那就看看你压了什么场面。270万，就顾问出这几句，这顾问我也能当啊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是长辈经验。此外，林建海以维护供应商关系为名，多次报销高档烟酒茶，但核查后发现，其中部分烟酒并未送给供应商，而是用于林家私人酒席。另有供应商证言，林建海曾替赵满天打招呼，要求采购高价货。胡说八道！谁敢这么说我？林老爷子，是你让我多给赵主管返点，你说都是林家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这里有当时的聊天记录。大伯，你一直说自己是林家长辈，可你做的事是长辈该做的吗？你不但不劝他们好好上班，还教他们怎么从公司身上吸血。我那是为了林家。别再拿林家当遮丑布。你们要的不是林家兴旺，是我林燕的钱袋子。以前天天摆组长架子，原来也是拿钱不干活。270万啊，够咱们村修多少路了？林燕养他们3年，真是养出一群白眼狼。现在怎么办？满仓被查，大哥也被查，咱们是不是都完了？还没完，只要林燕还认林家祖宗，他就不能真把所有亲戚逼死。断亲？他竟然真敢断亲！你这是要我们死啊！你有3000亿，真就连亲戚都不要了？表弟，你真要这么绝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血缘关系是你说断就能断的吗？但钱可以断，
岗位可以断，股份妄想也可以断。你这是要把林家彻底撕碎。林家不是我撕碎的，是你们把亲情挂成横幅的时候亲手撕碎的。林燕啊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他们确实做的不对，可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往后还怎么见面？村长，我不追穷人，不追老实上班的人，也不会因为谁姓林就故意打压谁。我追的是吃着我的饭还砸我锅的人。好运来3年亏了8600万，这些钱如果拿去修路助学，帮真正有困难的人，会改变多少家庭？可我把它拿来养亲戚，结果养出罢工、直播、要股份、偷货、虚报、吃回扣。好运来没了，但我帮乡里的心还没死，只是以后不再按亲戚关系帮，按规矩，按贡献，按谁真的肯干。远山助农不是亲戚福利公司，所有岗位公开招聘，林家人可以报名，外姓人也可以报名，能者上，懒者下，工资公开，考核公开，补贴公开，谁干活谁挣钱，谁守规矩谁有机会。哥，我报名，我想从基层做起，学供应链，学运营，这次我想靠自己挣。报名可以，考试通过再说。林总，如果他们也来报名呢？可以，但这一次先考试。亲属关系不作为录用依据。林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开新公司不先安排自家人，还搞考试？想进远山可以报名，但这一次谁都一样。我以前好歹管过财务，你不能让我跟这些没经验的人一起考吧？你以前管的是虚报账，远山财务岗暂时不招你这种经验。哥，我报名运营助理，从基层开始也行，我愿意学。报名表自己填，考过再说。你装什么努力？真以为考个试就能把自己考成城里白领？至少我愿意试，不像你只会伸手要。考试时间1小时，作弊、交头接耳，直接取消资格。一个破助农公司，搞得跟考大学一样。我应聘管理岗，考这些鸡毛蒜皮干什么？真正管事的人是管人，不是填这些表。你连流程都不懂，怎么管人？你就是故意针对我。我以前管好运来3年，你现在让我考冷联、报损、客槽，这些东西是下面人干的。所以好运来被你管到生鲜损耗20%，客户投诉40多次没人处理，库存盘点3天不看。远山助农不是给你摆架子的地方，不会做就从学徒开始，不愿学就别来。那林小满呢？他是不是内定？所有试卷统一封存，编号阅卷，名字阅卷后再拆。我不服！林浩，你以前最怕公平，现在倒怪公平针对你。第2天，成绩榜贴了出来，林小满排名第1，而林浩的名字则排在了最后一行，未通过。小满这丫头真考第1了，她以前在万家汇就认真，拿第1不稀奇。哎，不可能！林小满一个收油员能第1，我这个原店长没通过。浩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少装，给你开后门，肯定是林燕给你开后门。你们就是想羞辱我！林浩哥，别闹了。我也进复试了，可我爸是赵满仓。林总要是真按亲戚好坏定人，我第1个不该过。你也配说话？你爸还在被查呢，所以我才更想靠自己。这次阅卷全程匿名。林小满答对流程题，
客俗题、库存题，总分92。赵磊体力测试满分，纪律笔试81。林浩总分28。这也叫答题？我是不屑写，这些破题考不出管理能力。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会，是不会还不肯学。远山助农以后要收果、分拣、打包、直播、冷链、售后，每一步都关系村民的钱。我不会再把任何岗位交给一个只会说下面人干的人。你们高兴什么？一个是林燕养的小狗，一个是赵满户的儿子。真以为进了远山就能翻身？你爸都进去了，你还在这装什么蒜呢？我爸做错了，我不替他辩，但我没偷过货，也没吃过回扣，我想靠自己找工作，不丢人。我以前也被你们骂过，可我知道，拿了工资就该干活。现在我考上了，我更要好好干。这俩孩子说的对，远山要是按林浩这种人来，那还不如不开。明天复试，通过的人签试用合同。想靠这个新公司翻身，我偏不让你们顺利开起来。破损果为什么单独放？可以做样品留存，也能统计损耗，不能混进好果里卖给客户。我爸以前就是把这些混着弄，才出问题。你们这苹果要是坏了怎么办？我凭什么信你？我们每箱都有批次码，您收到货后拍照上传，确认是运输损坏，24小时内补发或退款。如果是我们分拣问题，我代表远山道歉，并记录责任批次。请现在评分。赵满仓还在被查，他儿子凭什么进远山？林燕不是说不认吸血亲戚吗？这算什么？你全拿不同意人啊！林燕，满仓是做错了，可赵磊这孩子一直老实，他没碰过仓库1分钱。林总，我爸的事我不求你放过，他该还的还，该罚的罚，我只想靠自己挣工资。如果你觉得我不该来，我现在就走。你考试过了，复试也过了，那就留下。那赵满仓的账怎么算？我不搞负债子承，也不搞亲戚特权。赵磊留下，是因为他考试过了。你们想留下，也去考。哥，比我以前2万2少好多，可我这次心里踏实。为什么？以前那2万2，我知道里面有亲情补贴，我拿着高兴，也害怕。现在这4800是我考试考来的，以后要是涨工资，我想靠成绩涨。这才是我想给你们的路，不是把你们养在高薪里，而是让你们知道自己能靠本事站住。林总，第一批助农名单出来了。周大鸟家的苹果滞销，已经烂了一部分，他想请远山试试。我能去吗？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，做好了才算真正入职。第二天，周大娘推着一车半烂苹果来到远山门口，哭着说：“再卖不出去，这1年就白忙了。”林总，小满姑娘，我家果园今年收了2万多斤苹果，贩子只给8毛1斤，
还挑三拣四，再拖下去，苹果全烂地里了。这部分烂果不能卖，但好果还有不少。我们先分拣，能走精品的走精品，品客差一点的做福利箱，烂果单独处理。只要能回点本儿就行，我真没办法了。这个项目你负责，价格、分拣、包装、售后都要算清楚，不能为了做好事儿就把亏损糊在账上。我明白，善心也要有账。硬果1筐，轻微磕碰1筐，烂果单独放。别把坏的混进去，砸的是远山招牌。精苹果1块8收，福利果1块2。烂果不入销售，可以联系养殖场低价处理。周大娘，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？1块8，贩子才给8毛啊！我们要走线上，包装和物流会扣成本，但也不能让农花白忙。这单我会公开成本，您能看到每一笔钱。以前好运来只养邻家亲戚，现在远山是真帮种地的人。青山镇第1批农副点上线，公面书可查。小满这回要露脸了，听说项目做成有奖金呢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以前在好运来就是个收银员，现在踩着我们这些亲戚倒成先进了。浩哥，你想干什么？远山不是说账目公开吗？那我就让大家看看，他们是不是借助农民意压价收果。农户辛辛苦苦种1年，他们1块8收，转手卖几十块1箱，这不也是吸血？可他们不是公开成本吗？网友又不会细看，只要节奏带起来，林燕就。千亿富豪换壳吸血农户，远山助农低价收果高价卖。哥，他们说我们1块8收苹果，转手卖几十块1箱，是吸农户血。林浩故意只说售价，不说包装、分拣、冷链、平台、售后和损耗。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公开账，每斤收购价、包装成本、物流费、平台扣点、人工、售后预留全都公开，让大家自己看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压价？去做。远山的第1条规矩就是好事也要经得起查。第2天，远山门口贴出第1批苹果项目账目，村民们围着公告看，越看越安静。原来1箱苹果赚不了多少啊，贩子才给8毛，远山给1块8，这还叫压价？我家苹果贩子给8毛，还挑来挑去，小满姑娘给我分拣，好果1块8，差点的也1块2。第1笔钱昨天晚上就到账了。这要是吸血，那以前那些贩子算什么？他当然替林燕说话，拿了钱嘛。浩哥，周大娘拿的是她种苹果的钱，你以前拿6万月薪，却连库存表都不看，到底谁拿钱不做事？村民低声议论，林浩脸上挂不住，转身就走。大家好，这是青山镇周大年家的苹果，每1箱都有批次码，大家可以看到收购价、分拣日期和售后规则。我们不说漂亮话，只把账摆出来。我种了1辈子果，第1次知道卖果子还能看见账。第1批2000箱卖空了。
林浩躲在屋里刷到售罄2个字，脸色一点点扭曲。坏果不能混进去，轻微磕碰的走福利箱，价格要写清楚。客户买的是信任，不能砸招牌。小满姐，周大南家剩下的好果都拉来了，我按你说的，装车前拍了照片，称重也录了视频。好，所有记录都留档。我以前求贩子收果，他们还嫌我果子小。今天第一次有人把我这苹果当正经货卖。您种出来的东西本来就该正经卖。10万奖金，这不是亲戚红包吧？这是项目绩效。林小满完成选品、分拣、直播、售后和账目公开，项目利润达标，客户复购率达标。按远山制度，他该拿。我真能拿吗？这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自己挣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钱是靠我本事来的。浩哥，小满这回真起来了。哼，他算什么？以前在好运来，他不过是个收银的。现在林燕捧他，他就成能人了。可他确实把苹果卖出去了。哼，那是因为周大囊家货好。他们想靠远山翻身，我偏不让这个项目顺顺利利。让开！这批货要赶冷链时效。急什么？你们远山不是账目公开吗？那就当着全村人的面再算一遍，1块8收，几十块一箱卖，凭什么不多给农户分点儿？账昨天都贴了，包装、物流、售后、人工都要钱。你再赌下去，苹果坏了，亏的是周大娘。你少装正义，你爸还在被查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浩哥，你有意见可以去看账，但别堵货车，这是周大妈1年的指望。你现在拿了10万奖金，当然替林燕说话。你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把农户哄得团团。耗子，你堵车干啥？这车要是晚了，客户退货，我家苹果咋办？周大娘，我是帮你讨公道。你想想，林燕那么有钱，远山卖的那么好，凭啥只给你1块8？你现在要求涨到3块，他肯定得给。你胡说！当初贩子8毛，我求都求不来。小满姑娘给1块8，还当天结钱。你现在让我临时涨价，坏了合同，以后谁还敢收我的果？你以前拿6万工资嫌少，现在又想害我们这些种地的，你自己没本事，别砸我们的饭碗。上车走！耗子，你别作妖了，远山真要被你搅黄，咱们全镇人都不答应。对。谁拦的车？哦，我只是替农户争取更高价格，争取价格可以谈，堵冷链车导致货物延误，是破坏合同履约。这批苹果如果因此产生损失，你赔？凭什么我赔？因为你是实际拦车人，现场视频已经记录。现在让开，可以只做警告，继续堵，远山会依法追惩。小满，放心，准时送到。记住，你做的是正事儿，别被只会拖后腿的人吓住。当天晚上，村委会贴出公告，林浩恶意堵车，扰乱远山助农履约秩序，全村通报批评。燕子，我把县城那套房挂出去了，可就算卖了，也还不够186万。姑妈真没钱了。你以前报销的时候，没觉得自己没钱？我错了。我那时候就是想着，你那么有钱，公司那么大，我儿子结婚，我家买点电器，我孙子喝点奶粉，对你来说算什么？现在我才知道，账本不会因为我是你姑妈就少一笔。你不是现在才知道，
你是以前觉得林总不会查你。你小时候确实在我家吃过饭，那年你爸妈忙，我给你煮过面。妍子，姑妈不求你全免，能不能少一点？别让我儿子知道我做了这些丢人的事儿。那碗面我记得，所以这3年我给你月薪3万5，给你儿子买房补贴20万，过年红包、医疗补贴、节日礼一样没少。姑妈，那碗面我早还了，现在要算的不是那碗面，是你把公司账当自己家账。那我怎么办？房款先还，剩下的可以分期，但你必须公开道歉，退出所有公司事务，以后不能再借亲戚身份替任何人要岗位、要补贴、要人情。我在好运来任财务出纳期间，虚报费用，私自报销家庭开支，给公司造成损失。我错了，我不该仗着自己是林燕姑妈，就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家的钱。我会按协议退赔，也不再插手远山和任何公司事务。林总，您还是给了他分期。他欠的账要还。他曾经给过我的那碗面，我也不会假装没发生。但以后，情分归情分，账归账。这是我自己进的货，你们凭什么封我的店？这些批次没有任何正常出库记录，但监控里有你夜里开仓搬货的画面，供应商账上也有你私收回扣的流水。我是仓库主管，仓库里的零货我拿来卖了，总比烂在库里强吧？零货怎么处理？公司有制度，折价、报批、登记、销毁，每一步都有流程。你私自搬走，放到自己店里卖，叫盗用公司财物。林燕，我是你舅，你真要把我往牢里送？你拿货的时候没把我当外甥，你收回扣的时候也没把自己当亲戚。现在证据摆出来了，才想起这层关系，晚了。你快跟林燕说句软话啊！你真进去，家里怎么办？他就是要整死我！我给他管仓库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拿点货收点辛苦费，算什么大事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为他卖命，他就是这么对我的。30多万货，还几百万回扣，我在外面打工10年，也攒不了这么多钱。林燕给他月薪4万，他还嫌不够，真是贪得没边了。爸，你到底拿了多少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是你老子，我拿钱不也是为了这个家？可这个家不该靠偷来的东西过日子。你要教训儿子，先把自己的账交代清楚。赵满参，你涉嫌侵占公司财物，收受供应商回扣，虚报仓储损耗。林燕，你说句话呀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把货还回去，我以后不拿了。你不是错在拿货，你是错在觉得亲戚身份可以替你挡住所有后果。磊子，爸对不住你。林总，我爸做错了，我不求你放过他，我只想问，远山仓库实习岗，我还能继续干吗？你爸的账是你爸的，你的岗位看你自己。赵磊，这批蛋的破损数量怎么没填？刚刚分拣出12枚破损，我还没来得及录系统。流程里写着分拣完5分钟内录入，第一次提醒，第2次扣实习分。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。你不用太怕，做错就改，别藏。我爸以前就是觉得藏得住，我不想学他。那就好好干。这里没人因为你爸看低你，但也没人因为你爸可怜你。这样最好。林燕，你不是说不认吸血亲戚吗？赵满仓都被带走了，他儿子凭什么还能在远山上班？就是，他爸偷仓库，他儿子还能进仓库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要是大家觉得不合适，我可以走。不
谁说你可以走了？赵满仓做错了，赵满仓承担。赵雷考试通过，复试通过，实习考核暂时合格。他留在这里，是他靠自己争来的。可他爸害了郝运来，所以我追赵满仓的责，不是把他儿子也打进泥里。我不搞父债子承，也不搞亲戚特权。远山的岗位，谁想来都可以考，考过留下，考不过走人。别拿别人的错当自己没本事的借口。还没下班？林总，我今天录错了一次数据，想重新核一遍。别弄错了。我爸以前管仓库，大家提起他都是偷、拿、回扣。我不想以后别人提起我也这么说。那就记住一件事：仓库不是谁的私库，货在你手里，只代表你有责任，不代表你有资格占。我记住了，下周冷链车队缺人，你实习分如果达标，可以去跟车学习。真的？机会是真的，能不能抓住，看你自己。大哥，你也别气了，现在谁还敢去找林燕要钱？大家都怕被查账。他就是铁了心不认我们了，连赵磊那种人都能进远山，我却连第一轮都过不了。他就是故意羞辱我！闭嘴！你到现在还觉得是他羞辱你？以前我也这么想，我总觉得他有钱了就该分给林家人。可这几天我躺在床上，没人来看我，我才明白，以前他们敬我，不是敬我这个大伯，是觉得我能从林燕那里要来好处。你来了，村长说你病了，现在连一声大伯都不肯叫了。我叫过很多年，你拿这个身份逼我分股份拿10个亿的时候，我就不想叫了。我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不该把你的善意当成林家的家产，更不该拿你爸妈压你。我这病不求你给我个人掏钱，你要是不想管也应该。我只是想当面说一句对不起。远山后面会设村里老人医疗基金，按公示审核病情和家庭情况救助。你符合条件可以申请，但钱不会直接给你，也不会因为你是我大伯多给。这样好，这样我也拿不到手里乱花了。林总，您今天其实还是心软了。是，我不是石头。他再错，也曾是我爸的大哥。可心软不能再变成私下给钱，所以走老人基金。以前我以为，只要给亲戚钱，给岗位，给体面，就算替爸妈守住林家。后来才知道，没有规矩的帮扶，会把人帮坏。现在我宁愿把钱放进公示栏，也不再放进谁的口袋。万家汇青山店明天正式重开，秦万川邀请您去看看。
另外，林小满第一批远山苹果也会入驻万家汇。旧的好运来结束了，新的路也该开始了。林总，这个店重新盘下来，比我预想中麻烦，不是货架，不是冷链，是人情债太多。现在总算清干净了。清干净就好。他以前不缺生意，缺的是规矩。秦总，这是远山第一批入驻商品，批次码、收购价、质检单、售后规则都在箱子里。不错，以前好运来那些亲戚，要是有你一半认真，这店也不会走到今天。我也是后来才学会的。学会就不晚。这就是网上那个账目公开的苹果，对，每箱都有批次码，扫码能看见收购价、分拣日期和售后电话。小满，你这个入驻流程做得很标准，以后远山的货进万家汇就按这个模板来。谢谢店长，我会继续改进。林小满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浩哥，走吧，现在这里也不是咱们的地方。以前这里是我办公室，现在我连进去上班的资格都没了。浩哥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林总，有事儿？我被辞了，万家汇不要我。我想重新开始。远山有培训班，3个月，考勤、体力、基础流程、服务话术、仓储纪律。通过后，从临时工做起。工资多少？实习工资2800。我报。签之前想清楚，这一次没人再惯着你。第一课，仓储基础流程：入库、验收、分拣、扫码、上架、盘点，每一步都要留痕。搬货就搬货，还搞这么多花样。你叫什么？林浩。如果你觉得流程是花样，可以现在离开。远山不缺人，更不缺不服规矩的人。我学。今天下午体力测试，每人搬20箱货。以前当过什么店长、主管都不算数。在远山，先证明自己能干活，再谈管理。这箱子怎么这么沉？沉就慢点，别摔。摔坏了要记损耗。你还教训起我了？不是教训，我爸就是没把损耗当回事儿，才走到今天。我不想再看谁犯一样的错。林浩，编号3号箱标签贴歪了，重贴。还有，刚才你扫码漏了一箱。知道了。以前他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替他干，现在没人替他。林总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以前下面人干的活这么累。你不是今天才知道，你以前是不需要知道。我以前真把店长当成身份了，觉得坐办公室训人拿6万就是我该得的。今天搬了1天货，我才明白3800都不是谁都能拿稳。明天还来吗？来。那就记住，远山不会因为你今天低头就给你开绿灯。你能不能留下，看3个月后的考核。我知道，这次我不想靠表哥这2个字了。今天考服务话术。远山卖的是农产品，也是信任。客户问价、退货、投诉、催物流都不能甩脸色。林浩，你先来。模拟客户收到1箱苹果，里面有2个坏果，要求退款。
你们这什么苹果？打开就坏了2个，退钱。就坏2个，又不是一箱全坏，你至于吗？0分。我以前就是这么处理的。所以以前顾客投诉40多次没人处理。请。您好，给您带来不好体验，很抱歉，麻烦您拍一下坏果和箱码，我们核实后按规则补发或退款。这不是推缩，是为了追到责任批次，也避免下一位客户再遇到同样问题。好果按等级收，坏果不混卖，但可以联系养殖场处理。每批货都有批次码，谁家的果、什么价、什么时候付款都能查。小满姑娘，上次我家苹果卖完，钱当天到账，这回我邻居都想跟远山合作。那要是果子不好，你们还收吗？不好就按不好价收，不能把次品当精品卖。远山帮大家卖货，但不能帮大家骗人。小满成长得很快，因为他开始知道，规矩不是拦他，是撑他。您好，给您带来不好体验，很抱歉。你还没走？明天不考，我不想再丢人。我以前也背不回来，就把流程拆成几句。谢谢。小满，以前我骂你是林燕养的狗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好听的，以后好好干，比什么都强。3个月后，远山培训考核榜贴出，林浩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合格栏。这不是6万月薪，也不是店长办公室，可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考出来的结果。才3200，高兴什么？以前你可是店长。以前那个店长是假的，这个临时工是真的。不错。以后一起干。林浩，你能留下，我没意见。但你之前堵车，差点害我家的货违约。我不会因为你考合格就当没发生。林浩恶意堵车，虽然最终未造成实际获损，但已造成履约风险。按远山制度，记录一次重大警示，试用期内不得接触发车调度。我接受。他真能改吗？改不改，不靠嘴说，靠日子看。他以前的错，不会因为现在合格就一笔勾销。但远山也不会因为他错过，就永远不给他可验证的机会。林浩，你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的表哥，你是远山仓库临时工。你做错照罚，做对照奖，没有亲情加分，也没有仇恨扣分。我明白。林总，我今天才知道，3200也不是白拿的，每一箱货都有责任，每一个码都有记录。以前我拿6万还嫌你抠，现在想想，我真不是人。人不是靠骂自己变好的，靠以后别再犯同样的错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求你现在认我这个表哥，我先把临时工干明白。能把一件小事干明白，才有资格干大事。以前6万我睡不踏实，现在3200我反倒觉得心里有底。第2天，林家几个亲戚提出要办一场家宴，想请林燕吃饭，修复关系。不是要你拿钱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过去我们错了。我分期还款第1笔已经打过去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插手公司账，也不会替谁要岗位。我爸的事儿还在处理，他让我带一句话，说他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远山。我今天不叫你表弟，我叫你林总。哪天真靠自己站稳，再看有没有脸改口。我今晚来就是把话说清楚，亲戚可以走动，逢年过节我可以来吃饭，也可以给老人送礼，但钱、股份、工作、补贴都按规矩来。谁再拿亲情逼我，我就不认这门亲。好运来的事儿不会当没发生，欠的钱要还，犯的错要担。愿意改的人可以按规矩重新开始，不愿意改的人离我的公司远一点。这话该听。以前我们就是仗着亲戚2个字，把脸搬丢尽了。哥，你今晚其实挺难受吧？难受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好运来没闹到卖掉那一步。可不卖，他们不会醒；不清算，他们还会继续把亲情当筹码。林总，我以前总觉得是你不给我们活路，现在才知道是你给的路太宽，
我们走歪了，路以后还有，但没人再背你走，我自己走。好运来失败了，但青山镇不该因为这场失败就停下。林总，远山年度大会筹备好了，第一批优秀员工名单里有林小满，也有赵磊。远山助农成立1年，累计收购青山镇农产品460万斤，农户平均收入提高62%，公开账目317笔，无一笔亲属优先款，所有岗位全部通过考试、考核、绩效评定。本年度优秀员工林小满，小满姑娘，好样的！这一年，周大娘苹果、石沟蜂蜜、南坡鸡蛋都是你从零做起来的，这个奖是你应得的。哥，林总，谢谢你给我机会。机会是远山给的，能站在这里是你自己挣的。年度优秀司机赵磊，赵满婵儿子也能拿奖，他爸是他爸，他是他。赵磊这1年出车没迟到过1次。你爸当年把仓库当自己家，你这1年把每一趟货都当责任。远山不会因为你爸犯错就看低你，也不会因为你可怜就奖励你，这个奖只看你跑过的路。林总，我会继续好好干。我想让我爸知道，赵家以后也能靠正经本事吃饭。不服？以前肯定不服，我会觉得林小满靠你，赵磊靠卖惨。可现在我知道，他们是真干出来的，我还差得远。说着，以前我1个月6万还觉得少，现在3200，倒知道每一块钱都不容易。林总，我不求你现在认我这个表哥，我先把仓库干明白。记住这句话，别只在低谷时懂规矩，等日子好一点又忘了。不会了，摔过这一次，疼得够久了。林总，青山镇公益养老食堂可以启动了。林燕啊，这1年远山做得好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只是这养老食堂，你真要长期办，这可不是小钱。以前好运来1年亏几千万，亏在少数亲戚身上。现在这笔钱，用来让全镇老人吃口热饭，我觉得更值。食堂不免费滥发，60岁以上低价就餐，困难老人由村委审核补贴，每月账目公示、采购、人工、补贴全部公开，谁想占便宜，先过公示栏。这样好，有规矩才能办长久。林总，以后真能每天吃热饭？能，但不是我私下给谁开小灶。大家按规则来，按规则来，谁困难，谁申请，谁享受补贴。大爷，您慢点端。今天试餐，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在本子上。姑妈，来吃饭吗？我不是来占便宜的。我听说食堂缺帮工，想来洗碗，不要高工资，按标准来就行。健康证、考勤、岗位培训。我知道，现在我就想挣点干净钱。林总，以前我们还说你无情，说你卖了好运来，断了亲戚活路。现在看，这钱用在老人、学生、农户身上，比养那些不干活的亲戚强多了。我也犯过错，我以为只要给钱、给岗位就是帮人，后来才知道，没规矩的帮是害。助学基金和乡村医疗车下个月也能启动，但都按您说的，
审核、公示、复核3道流程。我会安排人继续跟进青山镇的公益项目。以后我的钱可以继续帮青山镇，但不会再进任何一个人的私人口袋，不再是好运来的热闹招牌，却比过去更安稳。这面锦旗不是让你原谅我们，是提醒我们自己，亲情不能没边界，恩情也不能拿来当账本底。我第一笔、第二笔分期都还了，食堂帮工我也考过了。以后我不再替谁要钱、要岗位、要补贴，我先把自己账还清。我爸那边也愿意退赔，他说等事情处理完，会亲自向你道歉。看着这些曾经把他逼到卖公司的亲戚，心里没有痛快，只有平静。锦旗我收，道歉我也听见了，但以前的事儿不会当没发生。欠账继续还，责任继续担。以后大家可以做普通亲戚。林总，我想问一句，以后我还能叫你表弟吗？以前你叫我表弟，是为了让我给你6万工资，为了让我给你股份，为了让我替你堵住市场和规矩。如果你以后叫这2个字，只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这层亲戚关系，而不是为了伸手，那可以。表弟，好好干活。我会的。他知道这不是和好如初，有些裂缝永远在。但至少林家终于不再把亲情当成吸血的理由。林总，这1年投入不比当初好运来少，但效果完全不一样。钱没有流进少数亲戚家里，而是变成农户收入、老人餐食、学生学费和医疗补助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亏欠家乡，亏欠亲戚，所以给钱的时候不敢立规矩，一立规矩就怕别人说我发达了摆架子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负责任的善意，不是没有边界，而是把边界立清楚，让好人不用委屈，让懒人不能占便宜，让贪心的人伸不进手。明天远山总部落成，您准备讲话吗？讲。把好运来那块旧牌子也带过去。第2天，远山助农总部落成，展厅中央摆着一块旧招牌，好运来超市。哥，你还留着它？留着。他提醒我，善意一旦没有边界，会变成别人眼里的理所当然。他也提醒我，我曾经拿着6万工资，还嫌你抠。我曾经把你的好当成自己应得的。他还提醒我，仓库的货不是谁管着就是谁的。从今天起，远山的钱投给肯干的人，投给守规矩的人，投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看到旧址变成这样，还心疼吗？会。好运来毕竟是我给老家的第1份礼物，只是那份礼物被我送错了方式。礼物终于送给了真正需要它的人。表弟，明天仓库盘点，我能不能提前半小时来？按制度申请加班。我去填表。
林总，当初亲戚嫌工资少，你反手解散公司，现在看来解散的值。我解散的不是一家公司，是那套吸血还嫌血少的旧规矩。规矩断了，真正的路才开得出来。